我们来到了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东宁要塞，它是二战时期日本侵华时所修建，正面宽110多公里，纵深达到50多公里，曾被日本人称为东方马奇诺防线，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战场。这个要塞坐落于中国俄罗斯交界的黑龙江东宁市，它是曾经日军侵华历史的一大铁证。从1935年开始，日军用数年时间强迫17万中国劳工在这个地区挖空大山，修建了这个军事要塞，而且在此屯驻了日本关东军13万多人，用于防御苏联，并且随时准备发动进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用7天时间攻陷了东宁要塞，但最后的战斗却持续到了8月30日，因此这里被称为二战最后的战场。我们这次探访的就是东宁要塞中的熏山要塞，它和俄罗斯一河之隔，因为在山中开凿，整个要塞内错综复杂，像是进入了迷宫。要塞上下连通，各种设施都很完备，指挥所、发电室、伙房、兵营、瞭望点等散布其中。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访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修建的亚洲最大军事要塞东宁要塞。我们这一次来东宁，并非是为了欣赏美丽的边境北国风光，而是要去参观一座全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东宁要塞。这是当年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关东军在我们中国东北修筑的一个军事的防御系统，也可以发起进攻，一座非常庞大的军事设施。我们现在已经在去往东宁要塞的路上了。东宁要塞距离东宁市区还有点远，有20公里。它是在一个镇上，叫三岔口朝鲜族镇。这是什么动物啊？快到东宁要塞的门口了，野猪。我们现在已经开车来到了东宁要塞遗址群这个景区的门口了，但我们今天来的太早了，我们刚把车停在停车场往进走了一点，才发现这个景区是9点半开门，我们稍微早到了10几分钟，我们在门口等一下，顺便呢用这段时间跟大家先简单的交代一下东宁要塞它修建的一个历史背景。对历史和军事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东宁要塞哈。东宁要塞呢是整个全亚洲最大的一个军事要塞，这里曾经打响了远东战役的第一枪，也是第2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战场。那大家都知道哈，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受困于日本自己国内这种原材料的紧缺啊，包括这个市场的狭小，那日本就把自己的目标转向了我们中国东北还有朝鲜那一片。同时呢，沙俄它在中国东北这边也有自己想要争取的一些资源。这样的话呢，日本和当时的沙俄政府就在我们东北这一片有着尖锐且不可调和的矛盾。那直到后来的苏联成立之后，日本就把这个苏联也当成了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来看待的。其实呢，日本和沙俄及后面的苏联，它的矛盾是由来已久。大家知道，在1904、1905那几年，非常大规模的日俄战争就曾经爆发过。所以呢，在后来苏联成立之后呢，日本入侵了我们中国东北。在这个整个的中蒙、中苏还有中朝长达5000公里的这个边境线上，布满了军事要塞，大概有17处。那其中我们今天来的这个东宁要塞，就是这17处里面最大的一座，它也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了。东宁要塞群这个地方啊，距离现在的俄罗斯非常近，只隔了一条河。我们最近的距离大概也就是几百米，不到1公里了。那东宁要塞呢，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这个要塞群的正面的长度达到了110公里，它的宽度是从35到50公里不等。当时呢，日本的关东军啊是在东宁要塞这里驻扎了3个师，差不多有13万的兵力。那这个东宁要塞啊，当时是从1934年的6月一直到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为止，这11年间在持续不断的修，直到最后日本战败为止，都没有彻底的修完，没有彻底的完工。那当时呢，为了修建这个东宁要塞哈，日本在我们中国这里一共是通过
诱骗呀，还有强迫呀，一共是征用了17万的劳工。这些劳工里面，因为东北当时人比较少嘛，所以这些劳工大部分是来自于像山西啊、河北啊，还有辽宁那一边。他有的是就直接把你骗过来，有一些是战俘，也有一些就在路上好端端的走着就直接抢过来的。这个东宁要塞群里面日军修的那个设施非常的完善，就像他们自己住的兵房啊，还有长官住的房间，以及弹药库，还有浴池、浴室、炊事班，还有像那个司令部，全部都在地下。就在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崇山峻岭的下面，有一个庞大的几百公里的一个超级大的军事工程。那当时呢，甚至日军还在这个要塞中，它修建了整套的供水、供电还有供暖的系统。那现在呢，时间也差不多到开门了，我们俩就从前面沿着小路慢慢的走下去，因为走下去可能还要10分钟左右，我们就慢慢走吧。东宁要塞的位置就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就在以前中国和苏联的边境，所以日本当时就在这一块建的这种军事堡垒，为了防止苏联。但是呢，这块其实还是很偏僻的，特别的荒。我们早上过来就看到了好多野猪，而且这个地方在个半山腰上，对，所以我们感觉比东宁市区的温度还低。今天东宁市已经很冷了，零下12度，这山里这会儿我觉得应该有零下15度左右了，是特别凉。这边有一条小路是通往这个遗址的门口的。那途中我们经过了这个小山坡大家看到这个地上到处躺的这种巨大的石块，这些石块并非是滑坡塌方留下来的，这都是当时苏联的红军从山上轰炸日军的这个军事堡垒的时候，把山上的石头摘下来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里是远东战役的第一枪打响的地方。在1945年的8月8号，苏联是正式对日本宣战了。那8月9号的0点开始，那个苏联的空军、步兵、坦克已经从几个方向朝这个东宁要塞发起进攻了。当然这个日本花了10几年修的这么大的军事要塞也不是那么好打的。那会儿呢，苏联红军基本上是连续攻打了7天，差不多才把这儿拿下来，就强行攻击、强攻给拿下来的。所以就造成了这边的山体，你看大面积的石头都滚到山坡下面来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参观的这个东宁要塞遗址其实是东宁要塞群中的一个中型的，叫做熏山要塞。而熏山要塞也是目前唯一对游客开放的可以游览的。那这个参观区呢是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地上部分非常的小，就是一个展览馆，那边有个游客中心，然后这边有一个英雄广场，大部分都在我们看不见的脚下。因为日军当时修这个要塞的时候还最深是到下面大概是15米，地下15米这样一个位置，是分上中下3层的。那我们现在先去参观这个陈列馆吧。我们在陈列馆外面就能看到整个陈列馆，它这个造型都像一个要塞的造型，虽然还是很还原当时的场景的。我和狒狒刚进这个陈列馆，就能看到这是一个介绍，就说这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这个展厅刚进来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沙盘从这沙盘中可以看到呢，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就是有一点凹陷，就在几个山中间的一个谷地的位置，然后有很多的高层建筑，那个就是东宁市，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今天早上来的那个地方，东宁。那东宁旁边过去一点，就在这个半山腰上，就是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东宁要塞这块，其实可以看到跟这个苏联中间就隔了一条河，非常非常的近。然后那一条那还有一个大的城市群那就是绥芬河市，也是中国和现在的俄罗斯中间的一个边境小城。往展厅进入一点呢，就能看到整个的各个遗址的介绍。除了我们今天要参观的熏山遗址，还有圣洪山、朝日山、麻达山，就是很多的遗址。日本就是在苏联和中国的边界上建了非常多的这种军事要塞，所以很多的遗址保存下来。这边的几幅图呢，就介绍的是当时的劳工是怎样被强迫劳动的。
其实这个展厅的面积不算特别大，但是到最后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参观啊，就是这儿有一个那种远景重现的一个立体参观通道，从这儿进去呢就可以看到啊，曾经东宁要塞这里，像它的里面的这种要塞的具体的布置和构造，像炮台啊、哨兵啊，还有这种弹药库、医务室、通讯室、指挥室、通道还有暗堡，这整个是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看里面有这种非常明显的动线，那我们现在就去这个里面去看一看，因为刚才全都是图纸和我的口头描述，咱们去具体看一看当时日军修的最大的亚洲军事要塞内部构造的样子。刚一进这个要塞的模拟场景，能看到一个日本兵在这边守着。然后整体呢，这边是有个很厚的铁门，这是一个哨所。这是哨所啊？对。这个铁门是，我看有个20公分厚，纯铁皮的。对。它这里面弄的这种，你看所有的门啊，包括这个，它这都是防那个炮弹攻击的，对，特别厚的铁。这是弹药库。对，弹药库，弹药仓库。这边就是狒狒刚才说的火炮的出口，就在这种火力点去攻击外面，就像日本在2战中建的所有要塞一样，很类似。这是当时日军提出的口号，叫共建大东亚新秩序。这是指挥部。指挥部。整体全部都在地下修建的哈。是，这个山就从上面看什么都看不出来，就是一片非常祥和的景象，但是地下却暗藏着这么大的一个军事的堡垒啊。对。你看它这个指挥部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有，办公的这个电话，还有喊口号的那个扩音器，然后一些书籍、地图、国旗都在里面陈列着。当时日本自豪地把自己这个东宁要塞称为东方马奇诺防线，就他认为这个是坚不可摧的一道防线。但也确实那会儿呢，这个远东战役爆发之后苏联是集中了大量的火力，打了好多天才打下来的。当时这个里面就是即使有人攻打，在一个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地下要塞里，依然可以依靠这些存的这些粮食活很多天的。而且这个地方说实话易守难攻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苏联红军也是动用了很多兵力，他们的坦克，还有上面的空军，地上的步兵，有很多的方向来朝这边进攻的，最终才把这个地方强攻下来，付出了很多的生命的代价。来到这个2战时期，日本在中国修建的亚洲最大军事要塞东宁要塞，整个要塞错综复杂，如迷宫一般，但是却各种设施都有，有运送弹药物资的轨道，有发电室，有伙房。我们也探访了其中的指挥室、军官以及士兵的住所。想到这些巨大的工事是无数中国劳工用生命换来的，内心无比难过。我们现在从展厅出来了，很多人不知道，就只把展厅参观完就回去了。其实它更大的这个游览路线是在前面的，是有一个要塞的遗址区。我们现在去找一下遗址区的入口，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炮口吧。那这里这个楼梯就是上要塞遗址入口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儿有一个全区的导览图。它这边说了这个勋山要塞遗址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群，东宁要塞中一个中型要塞阵地。34年的6月份始建，历时11年。小心碰头，这个要塞口还挺矮的，这个1.5米左右。东宁要塞地下遗址区的这个入口果然是一个炮口，你看这儿写了侵华日军最正火炮阵地，装备120mm 火炮1门，射程是1500米，就是这个位置。这其实就是曾经的一个炮口。
它这个要塞啊，它虽然说是有4个出入口，但是都非常的隐蔽，不好找。像这个炮口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了，从这儿出去射程1.5公里，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熏山要塞的示意图。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我看炮台口，应该是在这块差不多吧。下面。炮台口，你看这个炮台口其实是有好几个的。我们从这儿进来之后呢，你看里面可以看到库房啊，还有里面的作战指挥室、蓄水池，然后军官的寝室、士兵的执勤室。那这一侧还有一些通地面的碉堡的口，大概是这样一个参观路线。我们这就已经进来了，从这儿刚进来就有一个特别长、特别陡峭的一个窄楼梯，但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主要给人当楼梯使的，它其实是一个那个运送弹药、炮弹的一个轨道。你看这两侧哈，你进来就能看着，这两侧的凹槽，还有这就是轨道。这曾经呢，这里都是运送那种比较大的武器的，就从这儿，所以它就整个修成比较直的一个，不带拐弯的。在里面走的还是有点害怕的。看旁边的掩体，这个就是石头。当时我们中国劳工就是把这个石头一个石山，硬生生的凿开了。走上来之后啊，这边写了一个牌儿，侵华日军最正的一个绞车道。这个长度是18.8米，向洞内火力点运送弹药用的，18.8米。这边是其中的一段，然后呢，这儿同样也是把弹药运送过去。还有我们刚才走路上来的那一个长的，都是它这些轨道的宽度都是一样的，统一的，因为都是用同样的装置去运送这些弹药的。这个里面是有箭头的，虽然它每个洞呢都有不同的方向，但是我们游客主要参观的其实就一条。我们现在顺着这个通道往里面走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通道边上都是这种管道，这个管道啊口径粗细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送那个输电的，有一些是其他的像水啊这些的管道，这都是。你看这个里面就有电线出来。慢点儿。培植时间长了嘛，像这边都是掩体结构的，很容易塌陷或者有落石。这边应该就有塌陷，所以拿这种钢架结构固定一下。看，其实我们现在参观的路线是这样子的，景区已经画好箭头了。其实你看这个里面还是有这个参观的地方，这里面特别容易迷路。只有顺着景区的箭头才能走出去。我们现在往这个参观路口走一点点，去里面看一下啊。哇，深不见底啊，里面。而且这个高度非常的低啊。对。你看，这边就是军官的宿舍，在这儿，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就比较大了，他这儿说了。面积40平方，还配有一个蓄水池，你可以进来看看军官住的地方。这个就是那个蓄水池，现在已经用玻璃给封住了。对，就是在这儿装水用的。是。然后军官就在里面住，而且它这个就明显可以看到啊，是有墙体的。就以前呢，这儿是一堵墙，那儿是一堵墙，这是其中的一间房子。然后外面呢，这儿能看到是一个过道嘛，因为墙体在这个位置就断了，所以这应该是有好几个房间的，在这里面。然后它整个的上面是有屋顶的，不像我们刚过来的时候，上面直接是裸露的岩石，那这里已经给通体的棚好了。哎呀，大哥带着我们，太好了！我看你们这边都是一个那个什么一个航道，就不用5个航道。哦。哇，又分岔路口了。对，这要不是大哥带着我们就迷路了。整个错综复杂呀。对呀。这是一个兵室，屯兵的地方，这就是屯兵室。这么大，这能住几百人的吧？哇，这是屯兵的地方啊。这个面积是325个平方啊。对。325平。屯兵之用，兵室。金口营，你们是南方？我们是西安的。西安的。不是东北的，这还有冰。
洞里比较冷啊。这个是后修的。哦，钢架是后来修的，怕这个岩壁不结实。是。大哥，这里头得睡几百个兵了吧？啊，就是有战时的时候，兵在这儿缓下了，对。真正的兵营在后面的山。对。哦，这打仗的时候兵在这边住哈。对，暂时那个临时住。对。我在资料上也看了，说是不打仗的时候呢，他们主要在县城还有地面上住。对。战时就进来了。这个水槽是原先的，就是当年修的。当年修的。那也快100年了。没有80多年。80多年了。这里头确实比较复杂呀。对。我们自己走容易迷路啊。这个就是那个通风口，你上去看看。哦，这是通风口啊！来，我打个灯看看。哦，它修的这么高啊！对。哎呀，这通风口这得有个3层楼了，10米左右了。对，差不多。到地面，你看。这边也是这种钢架。是。架起来。这钢架是这会儿咱们修的。对。哦。你知道它这个斜插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不知道哎。这边是直的。这边是直的。对。这边是斜插。对，梯形的。它也是为了，当年它也是为了怕有核战争。哦。它一堵那个棉的。哦。那还是相当厚了啊。对，它就进不来了。对。当年小日本他考虑非常多。哦。怕这里被核打击，你看它那么多厚，这是直的。对。这是斜的，中间这块全部给堵起来。他用了几层的防御措施的。弯点腰。这个下去也是一个那个炮口。炮口。你看它这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这个斜插，它为了一战也是说的打不过谁，防核战放毒什么。哦。就这种梯形的这种斜插，就防核战争啊。既防生化武器哈，那种毒气什么的。这都是哨所，这个都是瞭望哨，你进去看看。好。1.6米乘16米乘10米，观察前沿阵地之用。这是个瞭望哨，我们去看看。它这个数据应该是这有个点不见了，应该是1.6乘1.6乘10米高。你看进来看看就知道，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很小哈。1.6乘1.6，它的高度是达到了10米，哇，很高呀，有点像我们参观的那个东晋墓那种。对。你看里面，相当高。这个瞭望塔的口是开在这个位置的。你能看到吗？看到了。看到了哈，在这个位置。哇，走吧。哎，有大哥带着，我们效率高多了。我俩自己确实找不到这些。这是作战指挥室，在这个地方就拍过那个远东幸存者和东宁幸存者远东特遣队，就在这个地方拍。大哥太好了，你看这里头现在手机是无服务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只能按照这个箭头去参观了。大哥现在把我们是护送到这个作战指挥室，因为刚才那个是一个岔路口，你要进去了一直往前走不知道到哪儿了，所以大哥就是带我们从那里面参观完之后又回到这个位置，这是一个主线路了。它这个作战指挥室修的是相当厚呀，看这个墙壁。就是把那个岩石整个的磨平了。对，或者就拿什么水泥砌一下。对。所以军官司令的这种指挥场所、生活场所是非常好的。听说这里面有几个重点的建筑，比如说像那个通讯室呀，还有像这种军官指挥部这种地方啊，内部都是钢筋混凝土的。就不是说单纯的从岩壁凿完之后，它是两边进行加固的，非常的结实。这边是一个楼梯，就是我们顺着大哥给我们指那个方向往上走到一个浴室的位置，然后再从那有个环道再回来。全程得低头呀。是的。哟，这踩着有点害怕呢。都是玻璃。对，这个地方就明显的能看出来，刚才呢，它那个外面的牌子上介绍里面分上中下3层。对，你看这个玻璃下面都是透的，有点脏，又不太能看见。
我们现在从这儿走过去。这挺高啊，这个。这个是个发电室，不是浴室。沿着这个作战指挥室的楼梯上来之后啊，这边是玻璃铺成的，看到下面其实是透明的。这个下面也是水池，但这个水池呢不单纯是作为一个蓄水池之用，因为这里是这个要塞的发电室。这里写了哈，这个面积是10平方，发电循环水池两个水池的蓄水量是18.7立方米，18.7，然后各有5000瓦的柴油发电机2台，供洞内的电气设备用电的。发电室整个就在这儿，因为发电嘛肯定是需要用到水的，所以这边玻璃罩子下面有2个大水池。哦，这有一个伙房啊。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伙房的位置啊，侵华日军罪证伙房，面积是20平方米，洞内饮食之用的。对，应该就里面这个啊。对，我们下去看一下。这是曾经的炊事房啊，看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盘那个大锅用的几个锅的位置。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加固的，这个钢结构。以前呢就是这是大锅，这个地方就是操作的一个位置。然后这块呢，你看到这有一个水桶，里面呢也是一些像一个地窖放蔬菜的一个地方。是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像这里这一片都是伙房。那这里是其中的一个出口，但是这边门是关着的。我们还是从里面再找其他的路继续参观。我们现在已经从东宁要塞的地下参观部分出来了。我看其他游客说哈，里面整个就是参观下来，所有的通道走完基本上要1个小时。那刚才呢是这边的一个应该是保安大哥还带着我们从里面走的，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我们差不多20-30分钟吧，半小时就从里面已经参观完出来了，而且没有走回头路，因为里面我们刚看到了岔路口非常多，基本上每一个转弯的地方四个方向都有通道，在里面非常容易迷路。那我们现在呢从这里面已经参观完了哈。说实话，这个里面的给游客展示的区域不算特别大，但也是非常完整的呈现了当时日军在里面的生活和他们的一些军事设施。我和狒狒在地上要塞这边走，发现了一个当时的武器。这个是日军38式75mm 的加农炮，不过它是一个复制品，肯定是他们当年像这个在地表上的建筑啊，当年苏联那样子去轰炸，肯定早都没有了，所以这边放了一个复制品。这个加农炮啊，它算是重型火炮，它的那个炮弹的重量达到了就是大概11到13斤，就6公斤左右。然后呢，它的射程就更长了，射程上面写的是8100米到11150米，就是10公里左右了，很长了。我跟狒狒继续沿着这个地上要塞爬，这边有个超大瞭望塔，就可以看到中国和苏联边境还有东宁市区的情况。那从9点半到现在11点半，大概2个多小时哈，我们就参观完了整个的东宁要塞国防教育基地。那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呢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会有疑惑，因为大家知道在黑龙江省的鸡西市虎林市那里有一个虎头要塞，虎头要塞那里也写了，那里是第2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战场，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东宁要塞也是有同样的标语。那现在问题来了，这2个地方究竟哪一个才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的战场？其实呢，关于这个问题哈，历史界和军事界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呢，赞成这个东宁要塞是最后战场的人多一些，因为呢，从这个时间上来说哈，8月15日日本天皇就已经宣告投降了嘛，1945年8月15号。但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宁要塞以及虎头要塞那边全部是地底下面的军事的设施，然后在里面的还依然在作战的日军，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消息的，他们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还在负隅顽抗。从时间上来说呢，虎头要塞那里大概在
日军投降后的12天后，也就是8月27号，那边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战役。而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东宁要塞，这里面一直到8月30号，战役还在打。1945年8月30号，一直到1945年的9月3号，里面依然有最后的几十个日军才走出这个洞口，举双手宣布投降。所以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呢，这个东宁要塞其实是最后才结束整个战役的。但是我认为去这样子去比两个地点的谁是最后一个战场，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呢，虽然我们现在所站的东宁要塞和虎头要塞中间有个几百公里的距离，而且两场战役的确是不在一个地点进行的，但是从不管是这个打击目标还是作战方式上来说，它都是同样的一系列的战役。那所以去争哪一个是最后才结束的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那总之呢，大家就知道一点就行了，不管是虎头要塞还是东宁要塞，都是日军曾经入侵我们中华的铁证之一。因为虎头要塞那里也是曾经征用了大量的劳工，也是在我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